中國人的保命錢正在變成一場極其殘酷的零和遊戲。當你還在為延遲退休焦慮、為醫保報銷額度下降發愁時，一份冷冰冰的財政賬本已經告訴了我們真相。在這個號稱要共同富裕的時代，有人在養老金的溫床裡繼續高枕無憂，而數以億計的底層百姓正守着那幾百塊錢的低保金，在通脹的洪流中緩慢溺亡。我們要讀懂中國的經濟困局，不能看口號，得看真金白銀流向了哪裡。翻開2017年至2024年財政部公開的預算執行報告，你會發現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的總量雖然在膨脹，但內部的分配結構已經徹底崩壞。2017年，中國社會保障和就業的總支出大約是24812億元。隨着老齡化壓力和維穩成本的激增，到了2021年，這個數字攀升到了33867億元。而到了剛剛過去的2025年，總支出規模已經達到了驚人的44200億元左右。根據2026年初下達的最新財政預算指標，這個數字將鐵定突破46000億元。表面上看，國家在社保上的投入確實變多了，但只要你細看每一筆錢的去向，就會發現一個令人脊背發涼的真相。這9年間，中國發生了一場極其隱秘且冷酷的財富大轉移。我們可以從兩組關鍵數據的消長中看清現實。在2017年，財政撥付給行政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支出大約是9451億元。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筆支出像坐上了火箭，2019年突破1.1萬億，2021年越過1.4萬億。2023年更是直接殺到了18206億元，而到了2025年底結算，這筆支出已經跨過了21500億元的門檻。大家看清楚了嗎？僅僅用了9年時間，體制內養老支出已經翻了1倍不止。在這9年裡，中國經歷了3年的疫情封控，經歷了民企倒閉潮和失業降薪潮。在實體經濟血流成河，無數年輕人連社保都繳不起的時候，財政體系卻在傾盡全力，給這個社會最穩固的實力階層提供逐年翻倍的優渥保障。與體制內養老支出的狂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會最底層、最卑微的救命錢、最低生活保障低保支出。數據是不會騙人的。2017年，全國低保支出是1486億元。如果你覺得隨着國力的增強，這筆給窮人的救濟金會水漲船高，那你就太天真了。到了2021年，這筆錢不僅沒漲，反而縮水到了1455億元。到了2023年，這個數字進一步萎縮，只剩下1412億元。這是一個什麼概念？2026年的低保總預算甚至顯著低於9年前。在豬肉、蔬菜和房租價格早已今非昔比的今天，分給幾千萬赤貧人口的蛋糕不僅沒有變大，反而變小了。這種靜態的低保，本質上就是對底層的一種慢性淘汰。如果這些枯燥的數字還沒讓你感到窒息，我們再來看看他們在總盤子裡的占比。在2017年，行政事業單位養老支出占社保總額的比例大約是 38%， 而到了2026年，根據測算，這個比例已經瘋狂擴張到了 48% 左右，佔據了半壁江山。與之相反，低保支出占總盤子的比例從9年前本就可憐的 6%， 一路雪崩到了目前的不到 3.1%。這意味着每100塊錢的社保投入裡，有將近一半進了體制內老人的口袋，而留給全中國最困難、最需要救命的人群，竟然連3塊錢都不到。這已經不是在養老，這是在用全體納稅人的血汗供養一個日益臃腫且絕不讓利的特權集團。如果說體制內的養老金是抽血，那麼這種結構性分配不均
就是對中國消費市場的斷根。在野一直強調一個邏輯，消費不是靠口號喊出來的，是靠老百姓兜裡的真金白銀撐起來的。當我們看到行政事業單位養老支出翻倍的同時，必須意識到一個殘酷的現實，這筆錢是從實體經濟，是從那些小微企業主的稅收裡硬生生摳出來的。內需的死亡螺旋，根據公開數據，中國約有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左右。這部分人正是低保覆蓋的邊緣群體。當低保支出佔比縮減，物價成本抬升時，這6億人的消費能力直接歸零。他們不敢生病，不敢吃肉，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中產的體制幻覺，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拼了命也要考公？考編，因為大家從這張社保賬本裡看透了，在中國，只有進入那46%的支出覆蓋圈，你才算是個人。這種集體性的避險行為，導致了社會創造力的徹底枯竭。當最聰明的大腦都在研究怎麼分配存量，而不是創造增量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已經失去了跳動的心臟。我們來算一筆賬。2025年，行政事業單位養老支出佔到了社保支出的半壁江山，但體制內人員僅佔總就業人口的極小比例，約7000萬對7.4億總就業人口，不到10%的人拿走了近50%的統籌資源。這種倒金字塔的供養結構正在面臨2個無法逾越的屏障：稅基的坍塌，隨着房地產泡沫破裂，土地財政收入腰斬。2023年開始，多地城投債暴雷，甚至出現了地方政府連體制內工資都發不出的窘境。當母體不再產奶，那逐年翻倍的退休待遇，最終會變成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老齡化的回旋鏢，2017年到2026年，中國進入了深度老齡化。但這波老齡化呈現出極其悲慘的二元化。一邊是體制內老人領着每月8000、1萬元的養老金在海南度假，另一邊是農村老人為了每月100多塊的基礎養老金，在80歲高齡依然在田間勞作。這種巨大的鴻溝正在撕裂社會的共識。在野常說，看政策要看它的底色。中國社保支出的這份賬本，底色是保權貴、棄草根。這種模式在經濟高速增長時還能掩蓋矛盾，但在2026年這個節點，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火藥桶。當低保金無法維持生存，當農村合作醫療因為繳費上漲而出現斷繳潮，當失業救濟金領取的門檻高不可攀時，那些被排除在翻倍支出之外的普通人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這不只是經濟問題，這是生存權的問題。當我們把2017年到2026年的數據連成線，看到的不是盛世的階梯，而是一道深不見底的裂痕。體制內支出翻倍，成了躲避風暴的孤島；低保戶支出停滯，成了被時代遺忘的枯葉。普通納稅人承擔着最高的繳費率，卻看着自己的統籌賬戶被他人合法的揮霍。這種掠奪式的分配注定無法長久。當最後的一點民脂民膏被榨取殆盡，當那台號稱永動機的體制供養機器再也轉不動時，所有人都要為此支付代價。這就是今天中國社保賬本告訴我們的終極真相：繁華是他們的，苦難是你們的，而崩塌將是所有人的。